没错，看到我们发 Galaxy A56 评测，就知道又到了 A 系列入手的甜蜜点啦。这支 A56 因为没有首播开啊，目前已经上手测了将近1个多月。不过更重要的是 ，A56 现在终于降到我觉得可以入手的甜蜜点了。熟悉三星 A 系列的朋友就会知道，入手 A 系列最划算的3种方式。第一种，直接预购，如果活动都参加到，其实蛮划算的。第二种，直接走电信商方案，搭配上 NP 或是 VIP 补贴，中阶机还是最适合绑方案的机种。那最后当然就是等通讯行的甜甜价啦。那以 A56 来说，目前已经降到1万出的价位带，基本上已经是 A5X 系列的甜蜜点了。那因为今年最低规就绝对是8+256GB 起，没有 128GB 版本可选，所以就算你再继续等个半年，依照往年惯例 ，A56 就是万元上下浮动，不会相距太远了。啊，对了，如果你的预算有到2万上下，我其实更推荐你直接去看去年的旗舰 Galaxy S24， 或是也已经降价的 S25， 这2台旗舰都已经是最新的 One UI 7系统，并且受益于旗舰处理器，整体体验也比现在 A 系列翻了不止1倍，现在也是入手时机啊。好，扯远了，聊回来 A56。虽然这期节目定位是短评测，但我们还是尽可能测好测满，详细来看。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绿子。今天又是要来实测中阶销售量之王 Galaxy A56到底表现如何，一次从外观、续航、效能以及选购建议重点聊聊。那这期节目一样是帮你超文真短评测系列，我们会完全 focus 在手机的实测上面。那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，如果有任何没提到的，就请大家底下留言讨论啦。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，但是外观我只讲重点，不浪费大家时间。今年 A 系列在外观上最大的改变，就是从先前独立3颗镜头，现在变成整条的黑色相机 bar。老实说，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分开来的孤岛式设计，但论质感的话，今年 A56 的实机精致感真的是比官图好上太多，建议到现场去摸摸看。还有一个大改变，就是 A56 的重量从上一代的213克，有感减轻到了198克。机身厚度更是从 8.2 降到 7.4mm， 所以一上手就能明显感受到 A56 轻薄了一圈。那在用料部分，今年比较亮眼的就是我手上的猛男粉，并且是康宁大猩猩 Victus Plus 玻璃，而边框则跟上一代相同，是这种法丝纹金属中框，后盖和中框搭起来的质感也还不错。好，所以外观上的重点就有3个。第一，正反两面都采用康宁大猩猩 Victus Plus 玻璃，会更加耐用。第二，采用法丝纹金属中框，上手的扎实感就是比塑胶来得好，并且比上一代更加轻薄，上手差异非常明显。最后一个重点，这代同样拥有 IP67 防尘防水，以中阶来说，在用料上是该有的都有，没话说。而在配置上，按键全部集中在右侧，跟上一代一样的 Key Island 设计，也就是按钮这块稍微凸起来，会更容易找到按键的位置。卡槽在机身底部采用双 SIM 卡槽，可以支援双卡，但还是没有 eSIM。台湾三星请赶快跟上。话说，这代居然也拿掉了 microSD 的支援了。今年 A56 同样采用线性马达，以中阶来说算是加分项，搭配上3星键盘的震动调校舒服。如果你觉得预设强度太小，可以在设定中调大。接着来看影音娱乐，我们先从荧幕看起。首先，今年这个边框好像要窄一点咯，虽然依旧不是4边等宽，但还好不是4边等粗啊。在规格上 ，A56 从上一代 6.6 寸提升到一块稍微更大的 6.7 寸 Full HD Plus 120Hz Super AMOLED 屏幕，系统也支援自动更新率调整，做到省电，也支援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。话说，虽然 A56 的荧幕尺寸变大，但主要是透过把荧幕边框做得更细，放进更大的荧幕，所以手感并没有变大一圈，甚至因为 A56 变得更加轻薄，所以反而可以说是荧幕变大，手感还更好了。这次的主要升级还是在荧幕亮度上，三星再度拉了 A56 的荧幕一把，从上一代最大1000尼特，再次提升到最大1200尼特，峰值1900尼特。以中阶来说，算是相对强势的地方。其实这2年的荧幕都给得不错，在表现上算是超越很多高阶机种。那今年经过我们实测 ，A56 在强光全白画面下，
最大亮度可以轻松超越官方宣称的1200尼特，来到1272尼特，超越官标。而在 HDR 峰值亮度上 ，A56 依旧非常猛，实测峰值可以达到超越2000尼特的表现。那内行就知道，还要看 HDR 10%面积，同样可以达到1868尼特。这块萤幕以中阶来说依旧无憾。而在色域色准上，三星提供了鲜艳和自然2档色彩模式。那我这边全部的显示模式都测了，直接讲重点。三星的自然模式会自动对应 sRGB 色域以及 P3 色域，系统会根据你显示的内容来源自动切换。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些测出来的 P3 覆盖只有70-80%上下，代表测试的时候没有正确触发 P3 色域覆盖，或是讯号有问题。我们就来看测试结果。话说本期节目肯定不是业配，请大家多多订阅邦尼，按下订阅按钮支持邦尼团队了。订阅完全免费，但这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。当然，节目制作不易，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刷起感谢按钮，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讲到这，你的订阅按钮按了吗？按了吧。那我们就接着讲色准。在意准确性的朋友，请直接选择自然模式即可。经过我们实测，在 sRGB 之下 ，A56 可以达到99.8%的 sRGB 色域覆盖，成功做到色域限缩，并且色准非常猛啊！这时候的 CCT 丢台只有0.32，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够准，小于1就是非常顶的意思。而 A56 的 sRGB 平均色彩丢台更是可以达到 1.55 的高水准表现，这个数字一样是小于2就很不错。最大丢台 2.81， 整体萤幕非常准。那在 P3 之下 ，A56 可以达到99.1%的 P3 色域覆盖，同样有色域限缩。CCT 丢台来到 0.47， 达到小于1的高水准表现。不过系统限制，目前无法进一步实测 P3 平均色彩准度。接着来看很多朋友关心的效能，我们手上的 A56 搭载的是三星新一代 Exynos 1580处理器，采用的是自家4奈米 FinFET 制程，搭配上8GB 的 RAM 以及256GB 储存空间，另外有12GB RAM 可选。另外 A56 作为三星的亲儿子，在更新年限上还是很有诚意，官方保证提供6次的大版本更新，一路可以更新到 Android 21，同时还有6年的安全性更新。先不说用不用得到，中阶手机给6+6年，真的可以说是诚意拉满了。那很多人选择三星，主要为了整个三星 ecosystem 的叠加形态。例如，身为三星生态系的一员 ，A56 也支援三星跨装置连接，打通三星手表、耳机、平板，还有 Good Luck， 可以把手机完全客制化，变成你喜欢的模样。那整套下来，也才让 A 系列变成三星生态的入门选择。不过在效能上，我们还是来看实际表现。首先看 CPU 效能，我们测 Geekbench 6，单核部分 A56 拿下了1362分，多核3899分，相较起上一代的提升，单核提升将近2成，来到 18.1% 的有感提升，所以这代在一些快速操作上明显更加流畅。多核部分有着 13.9% 的提升幅度，如果对比高通旗舰的话，整体大约是 Snapdragon 888的水准，但明显比当年省电多了。而在 GPU 部分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了。Exynos 1580采用的是三星第3代的定制 GPU， 型号是 Xclipse 540。在实际表现上，我们先来测 3D Mark Wildlife， 这个提升也是非常明显啊。A56 拿下5129分，对比 A55 的提升超过了 30%。如果是对比一代神机 A52S 的效能，也是超过了2倍以上。测完了理论效能，我们就进入到实战测试。邦尼团队一样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，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。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效能测试软体原神。那中间我们统一测原神离月中画质，连续玩半个小时 ，A56 平均达到 43.5帧，对比去年 A55 提升来到 6.8%。那正反两面温度也不高，都落在40度上下。对比 A54 提升了 23.5%， 那与神机 A5S 对比，提升更是来到 37.2%， 所以真没必要回头选老机啊。话说，跟大家抢先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就是 Pixel 9a， 没错，我们刚好测完了，在确认输出同样画质之下，9a 更好的 Tensor G4 居然没在原神占到什么优势啊，平均只比 A56 高了1帧，来到平均 44.6帧。那也不是因为保守，因为 9a 的平均功耗也是略高于 A56。要知道 Tensor G4 可是一颗比 Exynos 1580在 CPU 单核强上至少 25%， GPU 至少强上整整1倍的处理器啊！
只能说 Exynos 果然还是要交给三星来调才对味反正9A 的详细实测后续再来分享。继续来看续航力部分 ，A56 同样采用5000毫安时大电池，经过我们实测 Full HD 120Hz 模式之下 ，A56 拿下13小时51分，那也比上一代有着 15.8% 的续航提升。这代4纳米 FinFET 和新萤幕多少都有帮助省电。对比 A54、A53、A52S 续航力都明显更好，这代 Exynos 1580在日常续航的表现依旧不错。而在充电部分 ，A56 这次有所升级，从25瓦来到最高45瓦的有线充电，实测半小时就能充到 69%， 以中阶来说很快耶。上一代充半个小时是 50%， 所以45瓦的确是有感提升。那最后 10% 被进入慢速充电保护电池，1小时充到 94%， 总共花了1小时9分完全充满。此外，这代 A56 也支援 Awesome Intelligence， 也就是 A 系列版本的 Galaxy AI。比如说，我最推的功能就是 Circle to Search 搜寻圈，这个功能真的是目前最真心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的 AI 功能。用法很简单，只要按下底部的小白条，出现魔幻界面，就可以直接圈起来，透过 AI 辨识搜寻。比如说你在滑 IG 看到了一个酷东西，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，没问题，圈起来，答案就出来。又或是你看到不会的单字，没问题，圈起来，马上翻译。如果整页都看不懂，没问题，按这里直接整页翻译。反正还是那句话，不知道的事情按住圈起来，人生真的少了很多问题啊。此外 ，A56 也支援先前就有的部分图片 AI， 比如说旅游景点神器、物件橡皮擦，可以快速把乱物的路人移除。又或者是你去动物园，结果玻璃上都是反光，那你就可以透过消除反光的功能马上消除。A56 也支援自动剪辑，只要选取几段你想要的照片和影片，然后选择建立电影，然后按下自动剪辑，系统就会快速分析产生快剪影片。那先前推出的最佳脸部表情，也就是在拍照之后可以重新选择人物表情 ，A56 也支援。最后来看相机，今年 A56 在规格上依旧采用上一代升级的 Sony IMX906 5000万画素的主镜头，搭配1200万画素超广角以及500万战略性凑数微距镜头，正面则是一颗新的1200万自拍镜头。那我就不再多讲，直接放样张让大家参考。另外，我也拉了万元价位带非常能打的 Pixel 9A 一起对比。
而在各种附加功能上，像是之前从旗舰下放的峰值对焦专业录影、超稳定动态摄影，上一代开始支援进阶 VDIS 防手震算法，这些 A56 都有延续下来。而在表现上 ，A56 支援最高 4K 30录影，这边提供一组简单的样片供大家参考。那说真的，如果你是爱录影的朋友，还是建议加点预算，直上3星旗舰，表现会明显更优。最后的时间跟大家聊系统细节。首先是这个下拉选单，如果不习惯分两边的朋友，可以改成合并，这样就跟之前一样了。生物安全辨识上 ，A56 强白光光学指纹辨识以及脸部辨识。而在通讯部分，台版同样支援 5G， 搭配上 WiFi 6。并且跟 Samsung Wallet 以及通勤族、学生族群最好用的3星业务卡。而在音效上 ，A56 拥有双喇叭，支援 Dolby Atmos。以下帮你也提供了组对比，供大家参考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。虽然这集是短评测定位，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实测，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。关于更多新机讨论，也欢迎加入邦尼社团或是3星专属讨论区，一起参与更多新机话题吧。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A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